梅奔今年要建立梅奔王朝了吗 ？F1 澳大利亚大奖赛排位赛，赛车皇帝拉塞尔强势夺得杆位，小将安东内利则收获第二，而卫冕冠军汽车人维斯塔潘则在 Q1 第8分钟戛然而止。他驶入第3弯时 ，RB22 的后轴突然锁死，维斯塔潘瞬间失控撞墙，赛车碎片散落赛道，引发红旗。这是继2022年之后，维斯塔潘第2次在阿尔伯特公园遭遇 Q1 出局的噩梦。对于志在卫冕的维斯塔潘来说，这场0圈排位赛的阴影恐怕将笼罩整个揭幕周末。反观梅奔这边则全是好消息，在队友经历重大事故、车队全员彻夜奋战的背景下，拉塞尔用最完美的方式提振了士气。Q3 最后一轮飞驰圈，他3段刷子，以1分18秒518从队友手中抢回最快圈，摘下个人赛季首杆。从 Q2 的1分18秒934到 Q3 的绝杀，英国人的每一圈都在诠释稳定及速度的冠军心智，而安东内利则诠释了什么叫天才。在3练经历严重撞车后，技师们在2小时内让他的 W17 重返赛道， Q1 惊险晋级， Q2 稳居第2， Q3 首圈失误冲入砂石区。正当所有人以为他将沉沦时，安东内利在最后一圈飙出1分18秒811，一度登顶。虽然最终被队友反超，但浴火重生4个字已不足以形容这位19岁天才的钢铁神经。红牛车队哈贾尔从 Q1 开始便展现惊人稳定性，3段刷率轻松晋级。Q3 最后一圈以1分19秒303杀至第3，力压2位法拉利车手。在维斯塔潘意外出局的情况下，这位新人扛起了红牛的排位赛大旗，证明了自己被提拔至1队绝非偶然。对于志在争冠的法拉利而言，勒克莱尔需要在正赛中找回排位赛之王的锐气。他的排位赛名次来到了熟悉的第4，而7冠王汉密尔顿排位赛首秀充满挣扎。Q1 曾以 1.19分811刷出最快圈，但 Q2 一度落入淘汰区，最终惊险晋级。Q3 的1分19秒478仅列第7，落后队友勒克莱尔。从梅赛德斯到红色跃马，汉密尔顿的磨合期显然比想象中更长。对于去年冠军车队迈凯伦来说，今年首次排位赛的成绩不尽人意。主场作战的皮亚斯特里在 Q1 一度刷出1分20秒2720跑，但迈凯伦的整体速度在 Q3 未能延续强势，1分19秒380的最终成绩只能屈居第5。阿尔伯特公园的看台上满是橙色，但这位澳洲新星还需要等待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而诺里斯的排位赛被一个意外打断， Q3 首轮飞驰圈前，梅赛德斯遗落在赛道上的冷却风扇碎片击中了其赛车左前翼，造成潜在损伤。尽管最终做出1分19秒475，但距离拉塞尔已有近 0.9 秒的差距。2025年的澳洲杆位得主，今年只能从第3排起步。最后让人最惊喜的则是林德布拉德，他全场唯一的生涯首秀及晋级 Q3 的新秀。这位麦克拉伦青训的瑞典天才，在 Q1 用1分20秒409惊艳升至第2。Q3 虽然只有1分21秒247，但第8名的发车位已是对其天赋的最佳注脚，未来之星已在墨尔本升起。而在明天的正赛，潘子能否取得更好的名次，梅奔能否继续强势表现呢？还有法拉利今年有没有希望呢？这一切都将在明天的正赛揭晓答案。